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何老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课程的目标。这个课程呢，跟一般的印尼语的教学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特别是配合了在应用语言学大数据时代所特别杰出的数位典藏跟数位学习的理论来设计这样一个学习的，也就是用印尼语作为一个典范跟例子。然后呢，你学习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来典藏、记录，并且学习这样一个语言。同样的方法是可以用在你自己最爱的那个语言，也许就是你自己的语言，你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学习的。那么，为了要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透过了认知科学常用的青蛙的故事作为文本。那么我们请到了好几位的不同的印尼同学来录制青蛙的故事，自己写的青蛙的故事，以便于建构出不同的印尼语的青蛙故事版本作为我们的素材。所以我们的学习方式是很特别的。那么我们也同时应用了语言学里面所谓的 construction grammar 构式语法这样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学习语言很多时候都是一些个事先已经组合好的结构，在那儿等着我们频繁地去使用它。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使用青蛙的故事，有许多共同的元素、共同的词汇、共同的结构或不断的出现，这样子就能够协助学习者发展出听说读写、词汇文法等等各式各样的能力，而且呢，能够帮助你自学成功。那么我们这个课程要阅读7篇青蛙的故事作为我们的文本。这个青蛙的故事，我们主要是用一个绘本，叫做 Frog, Where Are You? 这是由 Mercer Mayer 所画的绘本。这里面一共有29张图，所以我们是根据每一张图的内容来用印尼语说故事。所以使用这个青蛙的故事文本，会帮助同学完成5个作业，以便于检视自己的学习成效。那么这5个作业是哪5个作业呢？前面3个作业是比较固定性的。第一个作业是用 Elan 这个软体来播放你的故事，也就是青蛙的故事。那么第二个软体呢，是用 Concordance 这样的软体，它可以帮助你找出最常见的词汇，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所以你可以知道青蛙的故事里面，或是你喜爱的故事里面最常出现的词汇是哪些，以帮助你决定我要学习哪些词汇。第3个作业呢，是使用 Lexic Pro 这个软体，做出你自己的线上词典。所以这前3个作业呢是比较固定的，使用一定的软体达到我们要的目标。那么下面第4跟第5个作业是比较有弹性的，比较自由发挥的。作业4是要写出你的剧本来，我们使用所谓的 DCT， 就是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也就是如果有对话的话，那么如果青蛙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么你如果是那个小主人，你会怎么回答？你回答了之后，那个青蛙可能又在告诉你什么事情，这样子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的，这就是所谓你的剧本就出炉了。所以它是比较有弹性的。那么最后一个作业呢，是更有弹性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课程里面的7个文本，然后每一个文本是由不同的印尼同学所写出来的。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所认定的青蛙跟小主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你最后可以依据7个文本选择出你最喜欢的故事结尾是什么。我们这几个作业要使用到不同的软体，其中第一个就是可以用 Elan 来播放自己的故事。这个软体呢，基本上你可以将你的影片放上去，然后呢，下面有好几行的所谓的4行译本，每一行
可以把这个青蛙的故事它的全文第一行，然后呢第二行是可以主语速的翻译，那么第三行可以是中文的翻译，最后一行呢可以是英文的翻译，所以它是非常有弹性的。那么在这个故事播放的时候，这个声音在播放的时候，它的文本会随着你的影片不断的移动。我以前呢也曾经用 eLand 这个软体，在做我个人的达悟语的数位典藏、数位学习的网站的时候，我们也充分的用到了 eLand 这个软体。那同样的，我们第二个作业是使用到 Concordance 所谓的 TextStat 这一个免费的软体。各位可以看见这里面的这个我们要的关键词列在中间，然后所有跟这个关键词有同时出现的例子呢，都把它一一列出来，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你不但知道哪一些词它的词频出现的几率有多高，而且它是在什么样子的上下文当中出现的，这样子你对于这个词汇的理解就会更为深刻。那第三个软体是 Lexic Pro， 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线上免费的软体。这里的这个例子就是我做的达悟语的线上词典。那同时除了普通的例子以外，你当然可以做成有声有色，所以下面这个网站你可以看见我们的声音，还有图片，还有例句，甚至中英文的对照都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线上词典上面。所以你突然一下你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师，你可以做一本自己喜爱的词典。那么有关于第四个作业，所谓的 DCT， 我们称呼它 MDCT Multiple Choic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换言之，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题。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青蛙讲了一句话之后，那么那位小男孩要讲什么话呢？你可以自己写出3、4个答案，然后让那个小男孩你可以选择哪一个你希望那个小男孩回答。这里是有一篇文章，是老师跟陈元山老师一起合作写的，例子是用英文作为一个例子，怎么样做一个 MDCT。那如果用中文呢？譬如说，有一个王老师，他在欢迎外国学生的聚会上面，听见美国来的交换学生 John Smith 做自我介绍，想用茶点的时候，他就走上前去称赞这个学生的中文能力。那么我们可以看看王老师说了，哇，你的中文说的真流利。那这时候这个 John Smith 这个外国学生他可以怎么回答呢？有4个可能性。第一个，他跟王老师说，你的中文也很流利，听不出台湾腔。第二，他可以说，哪里，我的中文其实很烂。第三，他说，谢谢夸奖，我在中正大学华语中学学了3年，还要继续努力。第4，就简单说一个谢谢。所以这里呢，这4个答案呢，当然我们会觉得第3个答案是比较适切的，不仅谢谢对方称赞，而且要说明自己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所以这是所谓的 MDCT 这个选择题可以怎么样来做4个答案。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一个课程是由老师来搭音架，我将所有有用的这些软体介绍给你。然后呢，你就来盖自己的房子。因此，我们的作业搭配了很多的线上免费学习的工具，还有线上的助教协助跟指导，所以不用害怕，我们一步一步的来。那么从此以后呢，你就可以将你最爱的语言如法炮制，做成自己所要的线上学习的工具了。那么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请同学们挑选你所最满意的作业，制作成一个e-portfolio， 就是一个档案学习的历程，然后呢，在网站上面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有些同学也做过他们的作品，这个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同学们自己参考。